领导吃饭你转桌，领导要夹菜了，然后你把菜转走了，领导开车门你上车，领导开车门是要自己上车的，然后你上车了。那我就是那种人，就是听话听音，我永远都听不懂领导在说什么。就是你听这个人说话，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字，你要听他那个意思是什么。中国人经常会说我改天请你吃饭，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请你吃饭，改天请你吃饭意思就是我不会请你吃饭的意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。今天呢，我和魏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和中国有关的东西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是跟中国人是怎么社交有关的。中国人有什么社交的礼仪？你需要注意什么 ？OK， 好，魏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你是不是有很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？对，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工作很多年，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10年，然后我在公司工作，可能我3年在非洲，1年在北京，然后3年在阿根廷，对，7年，对，还是有一些工作经验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好，今天我来采访魏轩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经验基本上没有经验。那第一个就是中国人说的关系，对。那魏轩，你对中国人说的关系、找关系、托关系，这些你有什么理解？关系，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。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威海，然后呢，很小的事情，只要有一个事情，然后人们想的第一件事情是，好，我去找一个我认识的人，我去看看我能不能有一些关系，然后帮到我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很多孩子他们去上小学，那就去上小学嘛，然后有老师，对吧？但是总会有几个家长，就是小孩子的爸爸妈妈，他去找老师，他跟老师说，我们孩子可能有一点调皮呀，他可能不是很会照顾自己呀，你一定要这个多照顾一下他。然后呢，他会给老师送一些东西，但是不会送钱，他会给老师送一些礼物，然后呢，想让老师多照顾一下他的孩子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经常有的一个关系。魏轩说的这个关系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想解决一个问题，你想做一件事情，你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你认识一些人，或者你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，他们可以帮你，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快的方法，好解决你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你找这个关系和你不找关系是一样的，比如看病吧，然后这个医生可能要给这个病人做手术，你认识这个医生或者你不认识这个医生，他都会好好的给你做手术的。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，就会想，我有一个朋友可能和这个医生认识，那我要告诉这个朋友，然后呢，我希望这个朋友告诉这个医生，好好的照顾我，好好给我做手术。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对，你不管说不说，你有没有这个关系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我太同意了，我特别受不了，对，特别受不了我妈妈，因为对她一直只找一个医生，因为那个是她的朋友的朋友，那个他是一个妇科医生，然后他帮我的嫂子做了手术，还有就是帮她顺利的生孩子，然后我妈妈就会想，我要不要给她包红包啊，送她东西啊，我就觉得对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中国文化的，就是要送红包，然后送东西。是的，然后你就觉得医生拿了红包才会认真的帮你做手术，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医生，他就是会认真，他就是会负责。
对，是的，在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杀手，它的意思就是越是熟悉的人，他对你的下手越狠，反而你不认识这个人就还好。比如说我之前在阿根廷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一个中国超市的老板，他人特别好，然后我们去买东西，他经常说我给你打折啊，你多买一些东西啊，然后呢我们就很相信他。后来我们经常吃火锅，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电话，我们说哎老板，这个星期今天晚上我们要吃火锅，你给我们准备一些肉还有菜，然后你就放在那里，我们下班就去拿。然后呢我们不会问他这个肉多少钱，这个菜多少钱，这个饮料多少钱，我们去了就直接给他钱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但是其实是很意外的，有一次他说那次他生病了，然后呢他说我今天我不舒服，你们去别家买吧。然后我们就去别人家买了东西，我们发现价格差了很多，差很多。天哪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后来我们想了一下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熟认识，然后他觉得你们不会怀疑我的价钱有问题，那我就告诉你个价钱，然后你们就给我钱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关系有的时候很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对，有可能会是一个杀手。对好，那第二点呢，也是跟这个中国人怎么社交有关系的，就是我们会含蓄的拒绝，不会直接说不可以，我不行，我不能。对，魏轩，你也是这样子拒绝别人的吗？对，我有的时候会说行，那再说吧，以后再说吧。我不会说不行，对，不可以，我不去。是的，对，那样不太好。对，所以大家要怎么说呢？要日语里面叫做读空气，英语里面读空气。对，英语里面有一个 read between the lines，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，就是对，意思就是你说你要听懂他没有说的东西，就是如果这个人说再说吧，他也没有跟你定什么时候再说，那有可能他不想跟你说这个，他想要说不，他没有非常感兴趣，对，他觉得再说吧，意思是我以后可能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，意思就是我不感兴趣，我不想。中文里面我觉得是听话听音，就是你听这个人说话，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字，你要听他那个意思是什么。对，听话听音。这个我没听过，我也没用过，但是我可以理解。对，那你有没有试过？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搞笑，因为不同的文化拒绝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中国朋友，他拒绝了，他说以后再说，但是那个人他就真的以后再说，就来找他说上次我们说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。对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文化的人，我记得有西班牙的朋友也是，他说他打电话给中国客户，他们经常说我再考虑考虑，我再想想，人家意思是说不，但是他理解的是你考虑好了吗？你要买吗？然后他就问人家你考虑好了吗？对，你有过这样子的误会吗？我有过，就是中国人经常会说我改天请你吃饭。好，对，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请你吃饭，他可能就是说我很谢谢你，然后那我改天请你吃饭。改天请你吃饭意思就是我不会请你吃饭的意思。是吗？
但我一直理解错了，我一直以为他真的会。你真的以为有人会请你吗？对呀，怎么都没有请我吃饭。对，我就是中国人里面特别不会听话听音的人，我也不会。对，我就想改天请我吃饭，好啊，什么时候？我真的现在我想起来，我小时候真的有一次，一个人说改天请你们吃饭，然后我说今天晚上吧，他说今天晚上很忙，我说明天吧，明天请我们吃饭吧。后来我的好朋友对拉我，志飞，你不要再问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没有说真的请我们吃饭。对，如果一个人说改天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他是真的想还是不想，但是很有可能是不想，或者说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所以他只是想跟你客气一下，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很礼貌，然后很尊重你，所以他说改天，对，改天，他不会说下个星期、下个月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中国人跟中国人社交很累，很委婉，就是你也得猜他的意思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现在我不喜欢社交，我觉得很累。对，我们说现在，魏轩，你刚才告诉我你不喜欢社交，你说你不喜欢无效社交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喜欢无效社交。那魏轩，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，无效社交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无效社交就是没有用的社交，就是你跟这个人以后可能你们也不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呢，就说一些中文里面会说交浅言深，它意思呢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可能关系没有很好，你们就是不是很深的关系，是很浅的关系，可能你们只是同事，你们是朋友，但是呢你们说的很多，然后你就跟他说的太多了，对，这个呢就是和你说的话和你跟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，你跟他的关系很浅，但是你说的很多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明白，无效社交，没有用，说了人家对你来说你不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你跟他说你很难过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很关心你，然后他也不会去想我怎么去安慰你，甚至有的时候你去跟一些不是关系很好的人去说一些你自己的事情，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拒绝无效社交。你不是我的朋友，或者我不是你的朋友，我们就是有事情我们说这个事情就好，别的事情我不会多说，我不会说那你好不好啊？你的家人好不好啊？你们出去玩了吗？我不会很关心别人的生活，对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你就不一样，我还是会说那你最近很好吗？那你忙不忙？行。我不会说，那你在忙什么？你挣很多钱吗？那样就很奇怪对，明白。对，我一直很羡慕我的男朋友，就是他特别会社交，然后我看到不认识的人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有点累啊。我喜欢坐在那里，然后自己思考，或者是自己想事情、听音乐、不说话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他就是今天我去了一个地方，但是我本来是想工作的，但是我没有，我跟一个新朋友聊天了。对，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社交。他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啊，我就觉得对这个社交，可能现在应该有越来越多人不想社交。我不知道你住在中国嘛，你的感觉呢？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欢没有意义的社交？对，是的，没有意义的社交不会浪费很多我的时间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自己的时间很宝贵，然后我不想花在就是没有用的人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很好。那
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。第三个我觉得很中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亚洲，就是聚餐文化，就是我们做什么，对，都是出去吃个饭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不是很有经验？对，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就是经常会和同事一起出去吃饭，对，经常聚餐。然后公司呢也会组织团建，团建呢就是团队的建设。其实目的呢就是我们做一些活动啊，我们去吃饭啊，然后让我们的关系更近啊，我们的这个连接更紧啊，这样子。对，经常会去吃饭。对，还有中国人谈生意是不是经常要出去喝酒、出去吃饭？对，简直就是我的噩梦，喝酒。对，中国人一定要喝酒。你也有啊？你有要，因为而且我在山东，山东在中国就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大家都很有名喝酒的省。对，就是只要出去吃饭一定会喝酒。但是我又很不喜欢喝酒，我的酒量不好。但是你不能不喝酒，除非你有一定不能喝酒的理由。不然的话还是会让你喝酒的。什么是一定不能喝酒的理由？比如你可以说我怀孕了，那肯定不能喝酒。或者呢，你可能说我在备孕，我想要生孩子，我想要怀孕所以我不可以喝酒。或者你可以说你吃了药，在中国有个药叫头孢，如果你吃了这个药，然后你再喝酒的话，会死的，所以你可以说我吃了头孢，我不能喝酒。对，以前人们会说我开车了，我不能喝酒，但是现在这个理由已经不行了，因为现在有代驾，有代驾。然后你说我开车了，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打电话叫一个代驾，就是找一个人过来开你的车把你送回去。所以这个理由已经不行了。不知道原来中国人还是这么爱喝酒，因为我没有就是有这些社交的这个机会，那我可能太不合群了。就是我不想喝，就是不想喝 ，No means no。你想干嘛？我不喝，那我可能下次就不会被邀请。对，而且你可能，如果你会参加这样的聚会，或者去和一些人吃饭的话，他们会说一些让你很难拒绝的理由。比如，你来中国了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我太忙了，我也没有好好的招待你，要不我敬你一杯酒吧，我敬你一杯酒，然后表达一下我这个很不好意思。那你说你喝不喝？人家都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你说不喝我不喝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好像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总会是一些很难拒绝的理由。我觉得这个没有非常难，我就说没关系，你不用道歉，或者我接受你的歉意，但是我不喝酒。可能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来这吃饭了，再也没有然后了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做这种不合群的事情。好，对，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不住在中国？对，你在中国你没有朋友吧？只有我没有朋友。好，最后一个微轩，最后一个我们来说一说面子吧。中国的面子文化，包括我们在社交的时候有很多位分，对不对？对你是长辈，就是你是年纪比较大的；你是晚辈，小辈，那就是年轻的。对。还有就是你是领导啊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公司，你的工作你是我的领导、老板，还有我是你的下属，我们有很多这些位分和面子。对，你之前在公司工作也有很多这样的位分吗？有，如果这个人是你的领导，那你肯定要听你的领导的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可能他说的不是很对。但是你不可以说，你说的不对，我说的对，那肯定不行。领导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了。你不可以说这个不好，
你可以说或者这样怎么样，你要说的让别人可以接受，不能说的太直接，就是你要照顾别人的面子，你不可以当别人的面，然后打你领导的面子，那真的不好。对，明白。对对对，好。那你们会做一些事情让领导有面子吗？我好像不会，但是我有同事会，就是他会做一些不是他工作的事情，比如他会去给他的领导拿包，然后他领导上车，他给他的领导开车门，然后这种事情对我来说，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不会做，我不能接受，这个不是我的工作。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，这个是我拉近我和我领导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办法，然后领导会觉得，这个人很懂事，他很尊敬我，对，然后领导会觉得，这个人还不错。但是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完了，对，我一听到这个，我觉得我太不适合在中国的公司了，我肯定马上被开除。就是那个跟老板说你做错了，我做的是对的，然后说不去帮老板开门，不去帮他拿包的那个人就是我，那肯定是第一个走。对，就是在中国就是文化里面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人他不懂事，会说领导吃饭懂事，对，领导吃饭你转桌，领导要夹菜了，然后你把菜转走了。或者呢，领导开车门你上车，领导开车门是要自己上车的，然后你上车了，你觉得领导会喜欢你吗？那我就是那种人，就是领导说什么我都就是听话听音，我永远都听不懂领导在说什么，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那你做吧，我说好，那他就是让我做吧。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看你能做得了吗，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听不懂。对，就很累。明白。对，太搞笑了。刚才那个吃饭转桌，因为中国我们有那个圆桌，对，老板开门你上车，感觉挺爽。太不懂事了，可能是在这个公司的最后一天。对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跟魏轩聊了中国人社交的4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关系很重要，第二个呢就是要含蓄的拒绝，第3个是我们的聚餐文化，谈什么事情都可以吃饭，第4个呢就是中国的面子文化。你听说过这些社交礼仪吗？你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？或者有什么是你喜欢的，什么是你不喜欢的，或者你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呢？欢迎你评论告诉我们，下次见。